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甲方谈了3000万的合作订单，请甲方吃饭花了1万，拿着发票去报销，女友的竹马就赚了100块钱。我问他是不是没看清发票面值，或者转错账了，结果他一个电话打过来，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是猪吗？吃什么饭要花1万？我看你就是想占公司便宜，贪公司的钱。”我跟他解释，这次合作投资有3000万，请合作方吃饭档次不能太低。竹马不听，还嘲讽：“看合作看重的是我们乙方的业务能力，跟吃饭有屁的关系。这几年你没少借着合作的理由偷吃公司的钱吧？”日次，我带甲方爸爸去吃路边摊，3000万合作项目泡汤，女友气疯了。我看着微信100元转账，纳闷极了，就给李明发了个信息：“你是不是少摁了2个0？”李明看到信息后，直接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刚接通，他就强势地问我：“一顿饭吃了1万，你吃的是金子吗？”我心里很不爽。自从李阳来公司管财务后，他总是各种理由的找我麻烦，可是没办法，女友让他当了财务，那他现在就是公司的财神爷。于是我挤出笑脸跟他解释，请甲方吃饭总不能太掉价吧，人家可是同意签订3000，什么签？什么甲方这样牛逼？我看就是你想借着请客吃饭的由头中饱私囊吧。平常你点个外卖也就20多，我给你加30，一人50的预算加起来就是100块，这还不够是吗？我气得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拿着合作企划书直接去找女友赵丽蓉。刚到她办公室门口，就听李明在赵丽蓉面前说我坏话：“丽蓉，你找的这是什么男朋友啊？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你看看他给我发的什么，吃一顿饭要1万块。”赵丽蓉看完聊天记录，顿时皱起眉。他最近确实越来越过分了。我请客户吃一顿也就3、5千，他居然给预算干到1万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推门而入：“丽蓉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花那么多预算是有理由的。”刚要说话解释，一旁的李阳就冲过来打断我说话：“正在说你呢，赵总请他最重要的客户吃一顿也就3、5千，你一个普通员工吃什么一顿要1万？”我冷笑一声，目光直接忽略李明，看向女友赵丽蓉，出声解释：“我这次谈的客户很重要，所以才自己先垫了1万块，你不能听李明的。”李明见我直接忽略他，当即气得火冒三丈：“我说话你耳聋了听不见，给你转100，我看都赚多了。”没想到赵丽蓉也不听我解释，就顺着李明的话说：“薛勇，你不能因为是我男朋友就乱花公司的钱。”李明说得很对，100块你收着，算是一个教训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听笑了。那我请甲方老板吃饭，那1万块呢？不给我报销了是吗？赵丽蓉顿时不耐烦了：“你还想报销？别以为是我男朋友，公司的钱你就可以随便乱花，1万块你想都别想。”我想掉头就走，可看李明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我很不爽，就解释了最后一句：“甲方的合作项目投资资金很大，如果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不招待，甲方不合作。赵总你可别怪我。”为了把甲方爱好和习惯调查清楚，除去招待的1万块，我自己另外还搭了5、6千块查甲方信息，才摸清了人家的爱好和喜好。考虑赵丽蓉是我女友，这些钱我都没跟她计较。没想到因为一个李明，他居然也变得如此不讲道理。李明听出我话里话外的威胁是冲着他，
又开始叫嚣。人家甲方跟我们合作，看重的是咱们公司的业务能力，而不是所谓的吃饭招待。如果吃一顿好的就能拉到几百万的生意，那这生意未免也太好做了吧？公司随便找个业务员就行了，专门请你干什么？来当大爷是吗？赵丽蓉认同的点点头。李明说的对，薛勇，以前你贪了公司多少钱我不管，但从现在开始，关于钱的事情都要听李明的。他怎么说也是国外的留学生，无论见识和眼界，都不是你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小人物能比的。面对赵丽蓉如此偏心，我明白自己说再多那也是白瞎，就不打算绕弯子了。甲方投资3000万的项目，你确定只给我申请100块的招待费？赵丽蓉微微挑眉，然后看向李明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李明也是一愣，随后心虚的摇头，这我不清楚，不过3000万这么大的单子我都谈不下来，他薛勇怎么可能谈得下来？让他自己垫钱，如果项目真签了字，我这边会给他全额报销。赵丽蓉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当着我的面夸赞李明，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最合理。薛勇，你听明白了吧？我无所谓的点了点头。行啊，我没意见。我之前不是签了好几个大单子，把前面的钱都给我报销一下。砰！赵丽蓉猛地拍桌子，薛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之前的钱不都给你了？我看着李明也不说话。李明心虚的解释，赵总，这件事我得解释一下，前几个月的钱没有给薛勇全部报销，薛勇又不差钱，所以我就把钱省下来给其他员工用了。本以为赵丽蓉会说他几句，没想到他听后不仅不责怪李明，还夸他懂得善用资源，夸完就冷冷地对我下达逐客令，还不走，等着我请你走吗？对于赵丽蓉这种无法理解的偏心行为，我只能公事公办了。隔天就带着甲方爸爸去了路边摊。甲方考察了我们公司的总体水平，其实并不满意，但看到了我的真诚，所以甲方负责人愿意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。但我却开车带他们去了路边摊，还选了档次最低的一家烧烤店。甲方来了3个人，加上我一共4个，100块的预算，人均消费就是25元，买10个烤串都费劲，没办法，预算就这么多。好在我和老板关系不错，平日一个人嘴馋的时候都会来烧烤摊吃饭，所以老板还送了我3个凉菜。甲方3个人看到这简陋的招待，顿时脸色难看了下来。有个人冷着脸问我：3000万的大单子就请我们吃路边摊，这就是你们公司的待客之道？我一脸苦涩，宝宝心里也苦啊。好巧不巧，这时候赵丽蓉和李明并排路过，两人有说有笑。我还看到赵丽蓉面对李明调戏时露出的害羞表情，于是我忍着愤怒冲两人招手：哎，赵总，你也在啊，来一起吃饭啊。赵丽蓉看到我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下意识和李明拉开距离，然后走过来。李明跟过来，黑着脸问我：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，跟踪我们是吗？虽然我和赵总青梅竹马，但我们现在只是同事和上下级关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当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，他做出的很多离谱行为也就合理了。就比如现在，我都没往那方面想，他倒是自己不打自招了。赵丽蓉也本想挖苦我几句，但看到甲方爸爸黑着的脸色后，顿时俏脸也跟着难看下来。他愤怒地质问我：薛勇，你就带他们吃这个？我两手一摊，哪怕心里门清，还是摆出疑惑的神情。赵总，不是您让我按照李明的100块的要求去招待甲方的吗？
之前我招待花了1万块，您还没给我报销呢。甲方都是人精，我这么一说，他们顿时就明白了。赵老板，3000万的大单子送给你，就拿100块来施舍我们呢？我看这个合同还是别谈了吧。赵丽蓉脸色非常难看，她瞪了我一眼，也没有忘记瞪身后面如土色的李明，然后挤出笑脸去给甲方赔不是。甲方冷笑：你们公司领导和员工离心离德，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，这样的公司我怎么敢把3000万的项目交到你们手里？说完直接把桌子掀了，转身上了车。赵丽蓉跟在后面追，奈何甲方根本不鸟他，油门一轰，扬长而去。灰头土脸的赵丽蓉回到烤摊边，恨恨地问我，为什么带他们来这种掉价的地方招待？3000万的大单子啊，你就这么儿戏？你还是不是我男朋友？你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报复心？李明也跟着后面附和，薛勇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丽蓉对你那么好，还让你负责这么大的项目，你居然坑他！我2步做1步，走过去，反手抽了李明一巴掌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谈公事就谈公事，扯什么私人感情？我找你要钱了吧？你怎么说的？让我拿100块招待客户。李明反应过来，我这是把责任往他身上推。他知道责任确实在自己身上，但3000万的合作泡汤这个责任也不是他敢揽下的，所以李明立马开始和稀泥。赵丽蓉也反应过来了，开始质问李明，你俩私下争宠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涉及到公司的利益，为什么还要争？1万和3000万，孰轻孰重你分不清。李明眼珠子一转，干脆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。丽蓉，这不能怪我啊，我从小就认识你，我怎么可能坑你呢？我什么人你还能不清楚？我就是单纯的想给你省钱啊，这都要怪薛勇。他要是早点告诉我招待的人是谁，我肯定就把钱给他了啊！我气笑了，人在极致无语的愤怒中，确实是会笑的。让我震惊的是，赵丽蓉还惯着李明，冲我怒吼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炒了，还有，我们分手了，滚，给我滚！骂完，当着我的面拉住李明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一般，哀求他，明明，这个项目交给你了，一定要帮我拿下甲方。李明嘴角勾起自信笑容，随即拍着胸脯答应，我是海归，我花钱办事你就放心吧。2人你侬我侬，互相依偎着离开了。我冷笑着拨通了家人的电话，爷爷，那个副总的位置还在吗？我玩够了，想回家了。电话里的爷爷声音颤抖道，好孙子，你总算想通了，别说是副总，我这总裁的位置，只要你要，随时都是你的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1周后，在某个私人项目竞标现场，我又遇到了赵丽蓉和李明，而他们似乎把甲方彻底得罪了。在前往私人竞标现场的时候，在爷爷的牵线下，我以薛氏继承人的身份面见了甲方爸爸，准确来说，应该是甲方弟弟了。对方姓郑，郑总见到我的时候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薛老弟，薛总，您，他说话结结巴巴，因为我身份的转变而变得小心翼翼起来。我却展现出平易近人的样子，跟他开玩笑，别您啊您的，我还怪不习惯的。那3000万的项目，我听说郑总最后还是没给赵丽蓉啊。赵总一脸苦涩，别提了，赵丽蓉那姑娘还是太年轻，找了个什么海归来跟我谈。你是不知道那小子狂到没边，拿2万出来贿赂我，还说2万不少了。我他妈3000万的大单子，找谁合作，人不得给我当太爷爷一样供起来。一提到那傻逼我就来气。说着说着，他意识到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不好，
于是笑着解释：“当然，薛总您跟别人不一样，您是爷。”我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其实你的那个项目我确实很感兴趣，未来利润很大。如果你愿意，薛氏集团愿意合作。3000万对于赵丽蓉来说是大单子，对于薛氏集团就有点瞧不上了。但我是新人，总得一步一个脚印。”旁边的爷爷露出欣慰目光，眼眶微微一红。我宝贝孙子长大了，我心里一时也有些不好受。这些年为了帮助赵丽蓉，我时常跟爷爷争吵。如今看来，当初自己真的是瞎了眼。原先需要耗费全部精力才能谈成的3000万大单子，现在身份转变后，几句话就板上钉钉。当然，除了这个小合作项目，我还有更高的追求。好在爷爷做东，帮我拉了一场私人竞标。说是竞标，实际上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提升成绩的手段而已。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。国情如此，商场如此，我应如此。而这场竞标，赵丽蓉也不知道是怎么拿到了入场券。隔天，我刚把车停在竞标酒店外面，迎面就撞上了赵丽蓉和李明。赵丽蓉看到我，目光十分意外地落在我身后的豪车上。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，反手关上车门。“当然是来参加竞标的。”一旁的李明冷笑：“你来参加竞标？真的笑死我！租了一辆破车过来冲大款就算了，竟还大言不惭说来参加竞标。你知道这是薛氏集团内部的竞标吗？就你一个小人物，也配来参加这种场合？别以为自己也姓薛，真就以为自己跟薛氏集团能扯上关系了吧？”面对李明的嘲讽，换做以前的我，或许会出言对他几句。但现在身份的转变，让我觉得没必要浪费口舌，而我的这种漠视行为，让李明更加愤怒了。他拦在我前面，对门口的安保人员说：“赶紧把这个乡巴佬赶走！薛氏集团的私人竞标，也是他这个废物能进的。这家酒店就是我们家开的，但我由于之前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，所以安保也不知道我是薛氏集团继承人。”看着李明那嚣张态度，安保就觉得很有道理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架出了酒店大厅。我气笑了，却也没跟安保人员废话，转身去了酒店隔壁的咖啡馆，点了一杯咖啡后，我淡定地坐在靠窗位置，开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感叹自己之前浪费时间的愚蠢行为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负责人的电话打来：“薛总，您怎么还没来？我们都等着您呢。”我笑着解释：“在酒店谈挺压抑的，你们来咖啡馆吧。”出门右拐，走100米就到了。挂断电话没10分钟，李明和赵丽蓉就急匆匆先跑了进来。赵丽蓉一眼就认出了我：“薛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她非常疑惑，那眼神里透着怪异，好像在说怎么到哪儿都能遇到我一样。随后他又开口：“薛勇，我们已经正式结束了，请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行吗？”李明也开口嘲讽：“薛勇，你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？赵丽蓉堂堂公司一把手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之前他之所以愿意跟你谈恋爱，无非是拿你当我的替身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们也分手了，我劝你还是早点从我面前消失，不然我一定报上次你打我那一巴掌之仇。”我又被气笑了。李明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跟个女人一样表里表气的啊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就插嘴，妈的，你还敢还嘴，我打死你！说着，李明抄起旁边的板凳就要赶我。赵丽蓉伸手拦下他：“你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？一个废物而已。”
李明咧起嘴笑了。对，我一个海归，跟他见识确实掉价，而且薛总应该也在咖啡馆。但很快他又皱起眉，不对啊，咖啡馆里只有薛勇这傻逼一个人，没有第二个啊。赵丽蓉一听，顿时心里咯噔一声，眸子瞪得大大的。该不会……下一秒，竞标负责人带着一帮甲方弟弟，并满脸堆笑地朝我走来。薛总，我们都来了，您看。我在赵丽蓉两人惊掉下巴的目光下，淡定地冲负责人招手，让他们都坐下吧。负责人看着临时拼凑的桌子，数了数，发现少了2张椅子，刚要招呼服务员再加2张椅子，我开口了。人数不是对的吗？还不坐下？负责人尴尬地看了眼一旁的赵丽蓉和李明，欲言又止。我这才一脸了然地看向两人，嘴角噙着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说他们俩啊，让他们站着听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赵总。赵丽蓉脸色难看，旁边的李明更难看，因为我提都没提他。有一说一，薛氏集团太子爷这个身份，以前天真的我那是气如烂谷，总想着靠自己闯出一片天。经历了社会毒打后，我现在是爱之如潮，感叹自己从前是傻逼，放着好好的家业不要，学人家靠自己啊！就算你是薛氏太子爷，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？李明小声的嘀咕，让全场都安静下来。我挑了挑眉看向他，面色不解地反问：你能仗着海归的身份到处欺负人，我怎么就不能用太子爷身份欺负你了？觉得不满意，你可以走啊。李明闻言，脸色一阵青白，他拉起赵丽蓉的手，作势就要离开。这时候，赵丽蓉却一把甩开了他。李明满脸疑惑：丽蓉，还不走，在这丢人吗？赵丽蓉气得甩了他一巴掌，就算他再好的素质，此时此刻也忍不住开口喷人。我看你是出国出傻了吧，还分不清形势吗？我之前就是太愚蠢，信任了你这么个傻逼。李明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旁边的甲方弟弟都在抿嘴忍笑。赵丽蓉当面喷他，害得他下不来台，李明怎么能忍？于是反手抽了一巴掌回应赵丽蓉。亏我还以为你跟国内那些女人不一样，现在看到薛勇摇身一变成了老板，就开始露出拜金女的本性了是吗？我也被李明这一巴掌给惊呆了，没想到他这么刚，典型的自己没本事，还怪人家女同志拜金。这是拜金吗？赵丽蓉的身份身价摆在这里，她是商人啊，凡事不以利为先，她的公司早就倒闭了。之前我还是有点羡慕李明的，按照他的意思，赵丽蓉把我当成她的替身了。赵丽蓉于我而言虽然可恨，但对于李明来说，他赵丽蓉是全世界对他最好的女人。可就是这样的女人，李明还打了她，一时间我都有点不忍心了。于是指挥对面看热闹的郑总：老郑啊，赶紧摆个台，让他俩上去干一架。说完，我又笑着对赵丽蓉说：只要你干赢了李明，我可以劝郑总把3000万的订单给你，如何？郑总二话不说就拉着几个属下摆好了比武台。赵丽蓉的公司情况我是了解的，自从李明掌管会计一职后，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亏空，否则他也不会扣着我1万不给报销。这些我知道，但信任他的赵丽蓉不知道，还纵容李明他摸他公司的钱。当然，我也不打算说出来，免得我说了，某人又说我憋着坏。赵丽蓉黑着脸爬上了比武台，李明却说什么都不肯上。海归的身份不允许他做这样掉价的事情，哪怕他是个徒有虚表的海归。没办法，好心的我只能命人把他架上去，还好言相劝，只要你被赵丽蓉打2下，然后滚下来，
我就让郑总把3000万项目给你的女朋友，这是给你送钱啊。李明的脑回路却理解成了另一层意思。哼，原来你们这对狗男女憋着坏想欺负我是吗？说完，他爬上去和赵丽蓉打了一架，仗着他男人的强壮体格，差点把赵丽蓉那张漂亮的脸蛋打成了猪头。我扶着额头，顿时没有了兴趣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临走之前，我最后看了眼鼻青脸肿的赵丽蓉，目光怜悯，真不明白她到底看上他什么了。至于郑总那3000万项目，最后还是到了我手里。赵丽蓉仗着身份地位欺负我，我现在也能恶心她，没有任何负罪感。好歹我也是薛氏集团太子爷，纨绔一点不过分吧？然而当我回出租屋准备收拾行李回家的时候，赵丽蓉却跑过来了。她一进屋就把我刚收拾好的行李箱摔了个粉碎，并把衣柜推倒挡住了门，让我无处离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一时间摸不准她想干什么，该不会破防了想弄死我吧？下一秒，赵丽蓉直接钻进我怀里，哭成了泪人。阿勇，我怀了你的孩子啊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奋力挣脱，别乱说啊！追了你3年，我们好像并没有发展到能生孩子的那一步。怎么的？你能隔空怀孕啊？赵丽蓉一时间红了脸。很快我就有你的孩子了。我皱起眉，刚要说话，脑海里一阵眩晕感顿时袭来。你，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。赵丽蓉羞红的脸上露出得意，她一边扎头发一边说：“我在头发上涂了迷药，刚刚你闻到了。” Baby， 再次醒来，我被关进了一个黑暗的小密室里。赵丽蓉换上了一身性感的睡衣，正搔首弄姿的在我面前摆弄个不停。阿勇，你之前每次谈成一个项目，都会要求我穿这套衣服奖励你。我现在穿上了，你怎么还不开心了呢？人是美人，身材也是好身材，但我却觉得恶心。现在放了我，或许我们还有和平共处的机会。赵丽蓉抿起红唇，摇了摇头，恐怕不得行喽。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跟我在一起，让我怀上薛氏集团的种，要么我永远把你囚禁在这里，直到你同意的那一天。我傻眼了。赵丽蓉，你疯了吧？囚禁我？你犯法了知道吗？赵丽蓉整个人都贴在我面前，试图勾引我的情欲。我承认之前是自己错了，不该轻信李明那个畜生的话。他开启了诉苦模式，那畜生仗着我信任他，悄悄把我公司所有的资金都转移到了海外账户。咖啡馆的事情结束后，他直接消失了，电话也不回。现在的公司急需一笔运转资金，郑总那3000万的单子，求你给我行吗？我被他绑得很严实，身体不得已挨着身体，让我感觉到无尽的恶心。赵丽蓉，你有无数个办法求我宽容你，可你却选择最不明智的一条路。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赵丽蓉拼了命摇头，不，所有的办法都不如这一个办法来得直接，只有怀了你的孩子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。你不是一直想和我在一起吗？现在我这么主动，你怎么还矜持起来了？赵丽蓉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她是个刚硬自强、英姿飒爽的女强人，她这么做会毁了我心中的美好。我气得拼命挣扎，眼看着她就要得逞。砰！关键时刻，意外出现了，地下室的铁门被人强势撞开，爷爷拄着拐杖，身后冲下来几个体型强健的保镖，他们分分钟控制住了发疯的赵丽蓉。爷爷更是气得眼冒怒火，混账，居然敢绑我薛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把他给我送去派出所。离开地下室的时候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被绑架的地方根本不是地下室，
而是赵丽蓉办公室的秘密隔间。打开灯，我看到了密室里各类的神秘道具。密室的另一个出口连接着李明的办公室。原来他们俩背着我玩得这么花，怪不得我开始去找赵丽蓉要1万报销费用的时候，李明会在他的办公室里。从密室走过去，也就几步路而已。一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感觉自己的精神被一抹绿光污染。对于赵丽蓉原先一切不理解的偏袒行为，在这一刻得到了解释。人家俩人白天黑夜没日没夜的在一起交流，我一个挂着绿马甲的老实人，李明就算指鹿为马，那赵丽蓉也会无理由相信他啊。我在他眼里顶多就是个廉价工具人，算他妈个的儿啊！我再没有了任何怜悯之心，无论赵丽蓉如何恳求，我都不愿出谅解书。后来由于情节并不严重，他只是被关了小半年。其实有时候确实挺不公平的，这要是性别互换，起码得判个1年起步吧。我的生活慢慢进入正轨，爷爷也为我寻了一个好的结婚对象，我们门当户对，虽然彼此不理解，但双方父母知根知底。对方似乎跟我一样年轻过，觉得自己眼光很好，然后遇到了渣男。我跟他说了赵丽蓉的事情以后，我们顿时就多了很多聊不完的话题，慢慢就对上眼，开始整天腻在一起。双方长辈一看我们有戏了，两家人立马坐在一起商议婚事。2个月后，两家正式订婚。又过了3个月，我和女友官宣婚讯。大婚那日，赵丽蓉挺着大肚子前来闹事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薛勇负心汉，你难道要抛弃自己的孩子，投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很多不知道事情原委的宴客纷纷开始交头接耳。未婚妻的娘家人气疯了，当场就要取消婚礼。爷爷连忙找人想把赵丽蓉轰走，可我知道，如果事情不解释清楚，这场美满的婚姻就会被毁了。我拉着未婚妻，请你相信我。未婚妻通过近半年跟我的相处，已经了解我的过去，所以她坚定地跟我站在了一起，并和她的父母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相信薛勇。未婚妻的鼓励给了我莫大的勇气，这才是贤妻，这才是情侣夫妻之间该有的信任。一如赵丽蓉无脑相信李明一样，有了未婚妻的支持，我开始有理有据的据理力争。你说怀了我的孩子，可我们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。如果你污蔑，可要想好了要付出代价。赵丽蓉惨笑一声，我都破产了，还有什么代价可以付出的？那天密室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你在一起了。虽然过程艰难，但我还是成功了。我听后脸色巨变，你玩得这么变态，原因他解释清楚了，大家也都明白我是无辜的。可她怀孕是事实，未婚妻就是在信任我，女方长辈也不可能同意继续婚礼进行。本想给未婚妻一场难忘的世纪婚礼，却没想到被赵丽蓉闹了天大的笑话。因为她，薛氏集团传出严重的负面新闻，导致股票狂跌，直接间接损失高达3亿元。爷爷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住进了 ICU。婚礼也被女方长辈叫停。看着赵丽蓉小人得志的那一脸笑容，我只恨她活在法治社会，不然我有1万种弄死她的办法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找人暂时看住赵丽蓉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爷爷的健康和消灭公司负面影响。我恨不能把自己掰成2半，去处理公司大小事务。好在我有丰富的底层经验，懂得职场里那些人情世故，加上薛氏集团怎么说也是大企业，最后愣是被我用一己之力，在让出一些利润后，
保住了薛氏集团，而爷爷的身体也一天天开始康复。这个时候，属下通知我，赵丽蓉已经进入临盆阶段。我难得清闲下来，去赵丽蓉住院的地方，一见到她，她就一脸惊喜地朝我跑过来。好在保镖及时制止，不然她挺着大肚子跑来的形象，挺让人出戏的。第一时间，我就取下自己的一根头发，安排人进行亲子鉴定。赵丽蓉知道后奋力抵抗，问我为什么不信任她，我理都不理，直接让人用强。半天后，亲子鉴定出来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孩子不是我的。至于孩子医学上的父亲是谁，我没兴趣知道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还是让医生全力帮助赵丽蓉，让她生下了孩子。我拿着这份亲子鉴定，如获至宝，去找了未婚妻。这段时间，薛氏集团的困难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，而我凭借一己之力，在没有爷爷的指导下，帮助集团渡过难关。女方长辈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最终同意了我们再次结婚。过了几年，我无意间听国外的朋友说，他在洛杉矶的贫民窟见到赵丽蓉了。她瘦了很多，在路边当站街女，而管她的男人正是那个骗了她全部资产的李明。听说李明在洛杉矶赌场输光了全部的钱，最后一气之下就把前来投奔自己的赵丽蓉送到黑帮手里卖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